趁着现在还没有完全天黑，我准备在车里面做一顿吃的，把我姐的这个年糕煎了吃。半斤，你能吃吗？半斤应该不能吃吧。现在呢，我们算是对着雪山做一顿美食了，感觉特别的棒。给大家看一下，我是把这个后备箱给打开的，对着的就是梅里雪山了。这个年糕就是我姐自己做的，特别的香，里面是加了黑糖的。我现在是要把它切成小块，来煎。哎呀，我把年糕切了一些出来，切成小块的。今晚就吃这些年糕了。把年糕先放一边，把我的卡式炉拿出来先，马上就可以开始煎了。气瓶，这个就是我的小煎锅，用它来煎年糕。因为有点暗了，我把这个露营灯挂出来，挂在侧面杆杆这里。好嘞，可以了。拿一下花生油。咦，这花生油已经凝固了，哈哈，感觉花生油倒不出来了。哎，有了。OK， 倒这么一些就可以了。感觉在这一边风比较大，我就把这个锅换成这一边来煮。OK， 这个花生油一下子就化了。哇，太大风了。那个火焰都被吹出来了，现在可以煎了吧？把这年糕放进去，开始煎了。把这年糕煎软就可以了，煎软之后就可以吃。哇，那个风不要再吹了，再吹火都要吹灭了。这个年糕煎一会儿，它马上就会软的，千万不要煎太久。煎太久的话，它容易焦，焦了就没那么好吃了。好，我已经关火了，因为这个年糕已经很软了，大家看到了吗？马上就可以开吃了，太棒了！我把这个年糕倒在这个砧板上面吃，嘿嘿，这个年糕就是我姐自己做的，大家看得到吗？这个就是我今天晚上的晚餐，自己煎的年糕，软糯的。好吃。这个年糕里面因为是加了黑糖，所以呢特别的香甜。如果大家喜欢吃这个年糕的话，可以跟我姐姐买。现在梅里雪山已经差不多完全黑了，只看到一点点的样子，外形那个轮廓。现在梅里雪山山脚下的那个村庄灯都亮起来了，半斤已经睡得很熟了，因为今天跟他在那个观景台那里溜冰，他跑得好累，一直在跑，所以呢他一到车上就睡着了。这个夜景太美了，雪山下的那个村庄旁边的山路是有灯照亮着的，还有这一边一大片亮灯。哇，太冷了，现在准备把车门给关上休息了。好吧，现在晚餐也吃完了，跟半斤准备开始休息了。外边还是比较冷，但是车里面呢，因为风刮不进来嘛，车里面还算是比较暖和。然后半斤现在已经比较困了，玩得很累，所以说现在倒头就睡着了。明天呢，我要早起，在日出的时候拍摄日照金山，希望能把一年的好运气带给大家。我看今天的天气因为是万里无云嘛，所以说明天应该80%-90%都能够拍得到的。所以说明天起来之后就把这个后车厢给打开，然后就对着这个雪山直接拍摄就好了。现在室外的温度是零下30-40度，因为比较冷啊，所以说我给半斤准备了这个毛毯，让他睡在毛毯上边。除了毛毯呢，我还把他的这个衣服，以前给半斤买的这个社会汪的衣服给拿出来了。它的字呢？在这。你看，社会汪可以给半斤穿上了，还有他的这个领巾也给他找到了。来，半斤起来，给你穿衣服了。给半斤穿着衣服睡觉呢，他就没那么冷。当然，他现在睡这个毛毯也是很暖和的，也冷不到他。只是说套上这个衣服呢，他就不用缩起来。
这算不算是印证了那句话？有一种冷叫做你爸爸、你妈妈觉得你冷。半斤心里面肯定在想，他自己都有个毛皮大衣，为什么还要给他穿衣服？龙爸觉得你冷，那你就是冷了。还有帽子嘞。现在这个衣服呢是给半斤穿上了，但是我忘了这个衣服是有点大的，你看盖过了他的脚了，脚踝。但是呢晚上睡觉才穿吧，白天一般没有下雪的话就不给他穿了，因为白天他运动起来的话，这个衣服毕竟有点大，可能就没那么方便他运动。半斤戴上帽子就是这个样子了，看不见，帽兜侠，好吧。好了，半斤转一圈，转一圈看一下，哎，还不错，还不错，可以吧？过去睡觉，过去，趴下睡觉，趴下。好，真乖。太冷了，我准备在车里面煮一杯热牛奶喝，用我这个热水杯，我之前买的，可以用电煮，睡觉前喝一杯热牛奶，暖和一下身子。这个将会是我们从春节出发到现在遇到过最低的一个气温了。你看，我已经把半斤裹得严严实实，虽然他刚刚已经穿了衣服，但是还是给他用这个被子给裹上，不然的话真的怕他冷到了。这个热牛奶喝了，睡觉应该就发个美梦。加热到55度就好了吧。OK， 这么快就煮好了。上一次我和半斤睡在车里边呢，不是没有给车窗开缝吗？包括今天晚上我们也没有开缝的。然后我们后台就收到了私信，就有人问我，阿龙，我这辆车能不能也不开缝呢？其实一般的情况下，如果我们人选择睡在车里边，最好呢是给车窗留一条缝隙，因为你对车的密闭性不了解。假如你的车密闭性特别好，你又没有开窗，那么这个空气没法对流，就没有氧气了，那你在车里面就会缺氧。像我的这辆车呢，它的密闭性并没有特别好的，所以说晚上我就像这种天气特别冷的情况下，我就没有开窗，车里面也会有空气进来的，所以说我就不必担心会缺氧。哇，在这个寒冷的冬天喝一杯热牛奶，太棒了。我看了一下天气，日出的时候会降到零下8度，因为今天晚上会很冷，所以呢必须得把这个电热毯用起来。虽然已经买了更厚的睡袋了，但是呢电热毯还是准备一下吧，免得晚上再次冷醒。把我的新的睡袋拿出来，看看是否真的比较暖和。哇，这个睡袋果然是比较厚哎，感觉比我那个原先的那个睡袋厚好多啊。今天晚上应该不会被冷醒了吧？明天早上的日出时间呢是8点11分，我大概要7点半就要起床了，因为我要准备很多东西，要飞航拍，要拍摄岩石，要架三脚架等等，所以呢明天要起得早一点。7点半的话，它显示是大概零下8度，那个时候应该就很冷了。希望明天呢能拍到一个美美的日照金山给大家看。半斤被我在这里翻来覆去吵醒了，半斤躺下，躺下睡觉，躺下，乖。电热毯已经开上了 ，OK， 今晚上可以睡个好觉。这个是新买的睡袋，这个是旧的睡袋，2层一起睡，这样子的话应该不会被冷到了吧？肯定会很暖和的。半斤晚安，睡觉了。那我们明天早上见了，各位，晚安。半斤早上好，给大家看一下，你看这个窗户上都是一层冰了，结在上边，整个车里面跟冰箱一样。半斤，我们马上要起来看日照金山了。半斤很早就等着了，让我起来了，他起得很早，都结了一层冰在上边，没法看。现在还看得到外边的月亮，通过这个玻璃，还有一点点的雪山。
我还在想是不是直接可以通过后备箱的玻璃看日照金山呢？哎呀，哇，外边已经这么亮了。传说看到日照金山的人可以幸运一生，但是时人久不遇，1年之中只有40多天会出现，只有虔诚和幸运的人才能看得到。我和半斤今天会是那个幸运星吗？半斤，你在车里面先待着啊，我看看哪个角度拍日照金山最好。哇，现在的月亮好大，还挂在天上，那是不是待会就看得到日月同辉了？现在呢是早上的8点钟，我身后呢就是梅里雪山，最高峰呢是卡瓦格博，海拔6700多米。我现在马上架三脚架，拍一下岩石。我和半斤披星戴月来寻找第一缕晨光，看着太阳一点一点染黄金山。不仅仅是我，屏幕前的你也是幸运的。这是一个神圣的时刻，生活就像是我们的舞台，每一个人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灯光。我们要做的就是勇敢地去追寻，让每一个想法都有机会在舞台上绽放光芒。加油吧，陌生人！半斤，你看到了吗？我们前面就是梅里雪山的日照金山，我们终于看到了。此时此刻呢，我和半斤正在梅里雪山的日照金山面前，我们希望呢能把这一整年的好运气带给屏幕前的你们，希望大家在2020年能够收获美满、幸福、健康，能够像这一道日照金山一样灿烂的绽放自己的光芒。半斤的水杯里面都结冰了，没法喝了，这是。还有我车里面的这瓶水，也是结了一部分冰。这个冰都把这个摄像头给挡了，看不到后边了，把它刮干净。要对着太阳晒才可以啊。现在我和半斤呢准备离开浓雾顶了。今天我和半斤已经完成了使命，成功的把这个美美的日照金山带给大家看。希望大家接下来都是好运连连吧。OK， 我们现在要去县城里边吃东西了，因为太冷了希望能吃一碗热腾腾的面。车里面的水都结冰了，刚刚大家也看到。现在再给大家看最后一眼这个梅里雪山。现在太阳呢正照射在梅里雪山上，太美了。再见了梅里雪山，再见了卡瓦格博。